在我受审期间，我会尽可能拖延时间，届时江大人可在衙内寻找翟禄的相关罪证。总理衙门账簿，果真有猫腻。多谢大人。事急从权，你且放心，等子监事了，必定替你改头换面，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择婿另嫁，一定不会损伤你的清誉。多谢大人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同我撒下这般弥天大谎。大人，李姑娘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啊，那劳烦崔老带着姑娘先回去呀。李姑娘，请。大人，好个华长县，县令抢人，县尉拆房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了。少了什么？这还不快去追那江春！是。厉害，浪家！是。快！崔老，多谢您的庇护。那具所谓的尸体，应当不是个小女孩，而是一只小黄狗吧？现在想来，县衙里那具假范记里的尸身被烧，应当也是3爷默许的。查这种旧案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暗中相助，只是望你不要因此事而落罪，早日忘记前尘，做个自在的人。那为何你现在又愿意站出来了？因为有人求我。什么？啊，没有什么。你的手臂为什么没有烧伤？我也觉得奇怪，范季礼在公堂上如此笃定地指认我，可见他描述的那日情形不假。他确实见到了一个被火灼伤手臂的小女孩。你是说？正是如此。我虽亲眼见到了父亲母亲的尸身，可那日火势太大，我并未进入家中，因此没有被火灼伤手臂。若范季礼见到的那个小女孩不是我，那就是说，那日大火烧起来前，家中还有另一个孩子。这几日怕是不能分房，翟禄少不得要派人过来盯着。你在想什么？江县尉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倒是时刻都很关心他。他也是为了我才会得罪上官的。我大白天当堂当面触翟禄眉头，难道我就没有得罪上官吗？这世上不止你一个人有冤屈，你不能求我专注在你一个人的一起旧案身上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明白的，多谢大人。李福元，李福元，你今日没有上药。我没有力气，也不方便，横竖等明天也没关系。你宁愿痛死，也不愿意跟我说一声吗？大人为了救我，牺牲自己，也是出于公义。我知道，大人不喜欢与我这样的女子打交道。我若还是娇气矫情，岂不是显得太不识相？我什么时候？
好给你上药。你身上怎么这么疼？抱歉。进。我不知道李姑娘在这里。我在这里，你就可以随便闯进来吗？蒋大人，是有什么收获吗？确实有点发现。是什么？这是州府衙门采购的账簿，4日前购入桐油、火油共计36斗，这数量绝对有问题。桐油、火油，共计36斗。桐油。罗浮山庄的大火。正是，那么大的府邸，即使有煽风作用，若想顷刻烧起来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猜测，他们事先将助燃之物暗中运往了山庄，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13年前的那场大火。好狠毒的手段！翟禄在州府衙门多年，衙门这一路只怕是走不通。我们即使手握证据，又应当要去找谁？梁安道。逾月前，梁安道自浙北出发，一路向南，按船程算，不日应到海宁。州府衙门届时会派人在秋水庵迎接。我们要在秋水庵官驿找到梁大人，将翟禄纵火的相关证据呈上去。正是如此，我如今已被翟禄盯上，还得劳烦江县尉奔走一趟。他什么时候做了如此周密的计划？政和8年6月初2，天又晴，百事待兴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有个小乞儿送来，说是给我的，真稀奇。怎么这么多钱啊？收着吧，就是给你的。姑娘知道这是谁给我的呀？你也马上就知道了。对了，去我屋内守着，一会儿陆大人如果问起来，你就说我不舒服睡着了。是。京春应该已经引开盯梢的了，此事不能再牵连大人。找梁安道必须靠我自己。姑娘睡着了。他人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他单独行动很危险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没办法帮他。卫士走的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不出大人所料，那江春就是个幌子。他走之后，新路的和那女的也出了城。人手备好了吗？是，已在出城的路上。李杰的这个妹子挺有本事，和姓陆的沆瀣一气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回他们怎么脱身。
你拿出的那张水路行程图是假的，你利用江春引开翟路的人，是想自己去找梁安道。你有计划，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？你好像很生气。你可以一句话调走江春，也可以将我蒙在鼓里，自己擅自行动。李福元，在你心里似乎就没有信任这回事。无论我跟江春做了多少事情，你都可以将我们当成陌路之人，随时丢弃，是吗？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计划，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们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只有我能替自己翻案，与旁人无关。旁人？本县令就是人证。今日4时一直到1刻钟之前，仙姑姐姐一直在我榻前相伴，半步都不曾离开。婚书聘书皆在此处，请大人过目。您将我有孕在身的妻子羁押在此，我就不能来看一看，讨个公道了吗？旁人。罢了，你这颗心如冰如铁，根本就没有半分常人的感情，我就不应该帮你。我不需要谁帮，也不需要谁救。你说开始就开始，你说结束就结束，未免太过霸道。我就要跟着你，你待怎的？我也不需要谁帮，也不需要谁救。我乃花商县县令，何人在此拦路？杀的就是你！就不能让此人接触到梁大人？怎么有两路人？是那妖女，追！不管你是哪路仙姑，今日必是你的死期。别让他跑了！别跑，追！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，快关受死吧！即刻汇报给大人，走。林夫人死了？是，不知道哪里来了另一拨人。那女的自己先跳下了山崖，尸骨无存。另一拨人。过来，今夜再调几个人进内府，加强巡查。若有人来，就地拿下。是。县尊大人，县衙里的衙役都派出去找姑娘了，野杏和会议也去了，目前还是没有找到。知道了。今夜漫长，翟某恭候多时了。我有私账与翟大人清算，刀剑无眼，不想死的都给我滚开！大胆刺客，夜闯总理衙门，还敢口出狂言！给我拿下！那边。
何罪？你想死啊？就都别活！疯子，杀了他！快过来！你是疯了吗？救！对，别让他跑了！别动手！你们几个去那边。好，这儿好。你疯了！死了个李福元，你还要去那里给他陪葬吗？我很清醒，我这辈子从未这么清醒过。翟路那里那么多人，他已经有了防备，你今夜肯定杀不了他的。知道，你知道你还……他是为我死的，他总是很冷漠，不承任何人的情。只有我能替自己翻案，与旁人无关。还喜欢对人说狠话，但如果不是要为我引开那些人，他不会掉下去。你说多奇怪？我接近他，他会不信；我避开他，他也会不信。好像无论我怎么做，都不能令老天爷满意。既然如此，无论是他死了，还是他活着，你又想干什么？那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？什么事儿？陆元崇，我就消失了半日，府上怎么空无一人了？别点灯。你发烧了？你是活魂来我梦中了吗？点了灯你就要走是不是？白天你为什么同我说那样的话？陆大人，坦白说，我最初就是想利用、借你的事。我要走的路从来都不是你能为我选择的，也只有我自己才能保护我自己。而如今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无论幕后之人是谁，都不会放过我。我说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是发自真心的。你越是真心，我就越是懊恼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想你对我自私一些，我想要你对我要求的多一些，我想要你不要将我看得与旁人一样。我对你说过很多刻薄的话，我很后悔。我以为我只要离你远远的，那些玉石而亡的誓言就永远不会实现。别走！李福元，我喜欢你。
为什么不推开我？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是无动于衷是不是？如果有一天我不在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你大约是不会伤心的。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也只有靠装疯卖傻才能对你说，陪你走。不过没关系，过了明天，你一定会没有后顾之忧的，好好活着。知道，照我昨日说的，分头出去继续找人，这里不要留人，一个也不留。有劳了。这位梁大人不在观议，其余各必经之路也没有任何踪迹。一个堂堂2品大员，竟能无端消失了不成？李姑娘，姑娘何事如此急匆匆呢？怎么是你？今日得了好茶，老夫再请你喝一杯。对了，老夫还未自陈名讳，在下梁安道。姑娘不必多礼。原来大人早就微服到了花城县。不出来走动，不就成了聋子瞎子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也听不到了吧？那我来看什么？一把年纪了，游山玩水吧。李姑娘，我们已将证据呈给梁大人了。我都看到了，未曾想到一桩陈年旧案，其中竟还有这么多的波折：杀人夺妻、伪造假证、嫁祸他人，当真是一环扣着一环呐！我知道这话来得迟了些，但总希望不会太迟。李姑娘，委屈你了，我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多谢大人。好了好了，这下我可算有个交代了。姑娘前日里掉下山崖，可把我们陆大县令给闹急眼了，非得催促我来找梁大人。我求你件事，我怕江春没那能耐找到人。梁大人那边，好，我答应你。是他让您来找的梁大人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从我掉下山崖到今日，他一举一动可曾有过什么异常？翟大人到。翟大人，这么快就来了？他昨夜刺杀，今日还将人都遣了出去。哪怕真觉得我死了，他也不能做这么自不量力的事。他昨日刺杀可有留下什么证据？譬如身上的痕迹之类的。陆元崇，果然是你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的胆子有几斤几两，翟大人还不清楚吗？他是要引翟禄来找他，
他究竟要做什么？诸位，我便是昨日行刺翟大人的刺客。来呀，来拿我呀！老夫有一猜测，京畿之外，如有2名7品以上官员遭暴卒或死于非命者，不可原地一审，应发回大理寺，重议后审。如陆县令与翟路一同出现意外，就算老夫不来，这桩案子只怕也是不得善了了。一旦上承京畿道，翟路在海宁，那朝中的关系便也使不了。事情一旦闹大，自然就保住了李姑娘，确保画眉鸟案不会再被压埋。不过李姑娘也不必过于忧心，可能是老夫猜错了。这世上真有人会为了一桩陈年旧案，用自己的前程与性命作陪吗？把他给我拿下！慢着，翟大人，有一些话，好似不方便让旁人听见，譬如罗浮山庄时。都在外面等着。是。请。我劝你还是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如今那个女子也死了。不错，人已经死了，万事归空，什么都不曾剩下。坐。我见过李吉，我到任时，画眉案还未发，李吉字好，学问好，在县衙兼任过几个月的文书，我和他有过几面之缘。你和他有点像。像啊，我以为翟大人依附当朝宰相，而我在吞海楼上写了那篇得罪宰相的诗文之后，翟大人验我的锦呢。你在这条路上走久了，就会明白，为官为人都没有非黑即白的道理。想要做一些事情，就必须要放弃一些原则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20出头的时候，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翟大人今天对我说的话可真有意思，只不过我跟李姬一点儿也不像。一个女人还不至于让我要死要活的，但昨天我若是不整那一出，那翟大人恐怕也不会这么轻易露面。有些事只能等我2人会面密谈。你想要谈什么？大人对我了解不少，应该知道我不是什么蠢人。我此番帮李吉的妹妹翻案，也是想搏上一步。我赌着画眉鸟一案在海宁的影响，争他个清流清正的名声。但现如今人已经死了，没了苦楚，这案子怕是翻不出什么水花。想要在仕途上更进一步，少不得另谋出路。因此，我思前想后，觉得背靠大树好乘凉。翟大人，此次我是来向您投诚的。哼，空口白话。既然敢与翟大人坐下来谈交易，自然不可能没有诚意。此处皆是与罗浮庄画眉鸟一案有关的证据，从不曾识人。大人在海宁这一带根基深厚，虽不知怕我告发，但这样的把柄落在旁人手中，总归不妙。如今我将之交还给大人，算得上是足够的诚意了吧？你想要什么？虽说罗浮庄被烧了，但赵承熙这些年的家底不可能全没。我要那宅子、地、西北深商的路子，这不难吧？你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呢。我拿下这份产业，大人并不是全无好处。我将这么大个把柄送给你，今后我们同气连枝，互相照应，这样
大人岂不是放心了许多？我做了许多事，不过是求一份利，求一份前途。大人只需要在这上面签了字，我们今后便是一条路上的人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怎么还有一张能定罪的东西？耍我！陆延崇，陆大人。来的正好，看见那边那个盒子了吗？金手所制，应该不会被烧坏。拿走吧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是能还你兄长清白的证据。转头出去，不要看。他这是要死，你不管吗？啊！只有你二人一同死了，这案子才能成为铁案。况且，这桐油引线都是他备下的，与我无关。多如水，愿你自此如愿有意，再无不可取之处。站住！御见司使梁安道大人在此。翟禄，江春送来的证据我都看了，你的人我也压下了。10多年前，我入京述职的路上认识了你，你险些得误症死在路上，但却不肯回城。一问才知道，是为了官亲强佃人田，使人家破人亡。你一个舒比利，竟敢揣着状子，
胆大包天，上京告状。我20出头的时候，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如今你变成这样，你有什么面目见你的妻儿老小？那就如此吧。当年赵承熙给我送银子，我做定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便当知道会有这一天了。大人，你也不当问我如何宦海浮沉，清浊一体。我就是不收他的银子，也免不了要收别人的银子。我若是不肯跟他们沆瀣一气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东风谬掌画权柄，因威一调压千金。你当初敢在吞海楼上这么显示讥讽当朝宰相，冒的就是掉脑袋的风险。看你今天的作为，定然也是不怕死了。只不过胆子大的人，不一定会有好下场。没想到，当年放走的一只小小的画眉鸟，竟然成了破局的关键。当真是天意从来，高难问呐！政和8年6月初3，天阴，是俱往矣。快将匣子拿出去吧，我骗他在口供上按了手印。梁大人看起来与他不是一路人，这案子能赢。好。你先锋一步，乱我归途，寻了几度，不知不如。我想要你对我自私一些，我想要你对我要求的多一些，我想要你不要将我看得与旁人一样。我对你说过很多很刻薄的话，我很后悔。我以为我只要离你远远的，玉石而亡的谶言就永远不会实现。你哭了，别哭了。伤口崩开了，疼吗？刚才有些痛，不过瞧见你哭了，我又忘了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留了后手，不论今天梁大人来不来，我都不会有事。你看我像是那样蠢笨的人吗？你又骗我！我几时又骗你了？你从前骗我说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现在又骗我没有要为了我去死。陆彦忠，我们不要再去管什么世道、什么谶言了，好不好？你愿意为了我死，但我想为你活了。唯有这片雪，年年落年年，唯有这片雪，年年落年年。
画眉鸟一案，我本已暗中了解过，案情基本已清楚。二位且放心，我会尽快重审。多谢梁大人。谢梁大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瞒着你，本是为那陈岩，不想牵扯过多。现在，确实也无所谓了。我原籍洛阳，家有博才，但身体不好，从小就做女孩打扮。我是次子，上面有哥哥，下面有受宠爱的幺弟。家中本就不怎么重视我，当时我家有个表亲在华昌县，家中便找了个理由，将我送来华昌县休养。我那会儿攒了些私房钱，便请表亲替我请了个开蒙的先生。不觉晓。我表亲挑来挑去，选中了李记。我哥的书修确实比较低廉，且也只有他才乐意收穷苦人家的女童。正是如此。虽然我在学堂不过短短6、7个月，但每一天的日子都记得很清楚。我知道，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是啊，那几百日里，但凡我看过的书籍、画册、文稿，如今没有不一一印在脑海中的。先生虽然只教了我短短几个月，但又何止教了我短短几个月？原来许多读不懂的，慢慢长大之后，便也就懂了。这才知道，什么叫做旷世通达，融会贯通。我那时候爱玩，不爱读书，所以很少去书院。我们碰到过吗？但人人都说，二小姐是个小霸王，淘气鬼。那时候我每次碰见你，都会远远地躲开。后来呢？后来，画眉鸟案发后，我们这群幼童也俱被遣散，书院的书册等物皆被上缴。我听闻老师被定罪，心中十分难过。但当时我不过垂条之龄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再后来，就听说先生在狱中自枪了。过了1个月，我那表亲要去京城做生意，带我一块儿走。我便想着再回书院看一看，正好我还有些碎银，可以拿来交给先生的家人。谁知便见到了那一幕。后来我读书，科举做官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回到这里。我想要搞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不相信我的先生，你的兄长，是会杀人作案的凶手。好在梁大人已经应允，此案不日便会重审，你且放宽心。这10几年的风霜，总有彻底融化的一天。早啊，崔三爷。崔三爷其实是认得我哥的吧？崇宁5年，有过一场虫灾，县衙卷宗文书都被蠹虫所侵。你兄长来县衙帮忙修补誊抄文书，我们算是做过3个月的同僚。当初他被定罪的时候，我应该为他说几句话，但我当年却没有这个胆量。梁青天果然不负其名，短短几日，把崔老保留的卷宗以及画眉鸟案其余证供已全数整理完毕，只待过堂了。
梁大人知晓了我们的身世，很是同情，许了我们良籍，还给了我们本金。今后我打算跟慧玉离开海宁，去京城做点小生意。听梁大人说，汴京繁华，我也想去瞧瞧。哎，听说你有望升迁啊？确实有望升迁兵卫司。我丁忧期已满，也即将启程回京了。岑仲伯伯，你也是官啊？唉，你们都走了，就剩我们俩了。你才刚上任，就好好待着当你的县令吧。你看着他些，省得这个人再发疯放火。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云雾中散。我这一回，不是等人来救的厨娘，我也是飞隼，是猎鹰。陆县令，李姑娘，你是梁大人的随身护卫。大人叫我来给您送一些上好的伤药。有劳了。还有一句话要我带给你。什么话？下次作死时，想想自己的皮够不够厚。替我谢谢梁大人。他右臂有伤。